睡前来聊天。墨子今天的状态就有点空，有点呆，所以会比较安静，自己就比较安静。所以比较安静，比较适合聊空，空空的。空到底是什么呢？空这个词蛮奇怪的，就是听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，其实空的意思在佛教来说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它是指空性。空性就是自性啊、佛性啊，找到自己生命的本质，叫做空。那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一切都是虚幻的，所以叫做空。我听过有人说，什么都没有也可以什么都有。这个说法蛮接近事实的，但是其实不知道他真了解还是假了解。我知道，是不是每个人说同一句话背后的根基都不同？就例如说，墨子说世界是假的，那墨子的根基是什么？墨子的根基是一切都是在意识内，没有真实的物质世界，一切都是意识所投射的一个现象。根基是这个。那另一个人也说世界是假的，那大家听到，那墨子也说世界是假的，他也说世界是假的，哇，那他们是相同的信念？其实不一定哦，因为同一句话，每个人讲出来背后的根基都可能不太一样，都可能不同。可能他讲世界是假的，其实是因为世界其实是外星人创造的啊，其实我们的意识被锁在某个世界里面啊，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是假的啊。其实，在我们的这个世界的外面有一群外星人在控制着我们啊，等等等，就意思是这样的。我了解你的意思。就有点像有人说我需要钱，那其实有人他的背后需要的是安全感。那另外一个人说他需要钱，其实他因为很爱吃美食，所以他背后他需要的是美食。所以其实他们传递出来同样一句话，但是其实他们背后的根基都是不同的。那其实这就让我想到，虽然大家都在讲空，其实大家讲的东西根本都是不一样的。从这个出发点，我看过很多不同的人去解释所谓的空，然后也看了很多影片啊、书籍啊，在解释这个空的时候都不一样。然后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空。那今天我想跟大家稍微聊聊这个空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你是说大家不知道什么才是空吗？因为各说各的。对，没错。我想说的是，据我的了解，据我的体会，空到底是什么？以佛学来说，空叫做空性，也叫做自性，也叫做佛性。他说的是生命的本质。但是我在这里讲的比较不以佛学的名词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，我很简单的用大家能够理解的方式去说，就是说空其实是在说我们所见到的一切其实都不是真实的，并不是那个实际存在的样子。这个不是实际存在的样子，它本质是不存在的，所以就是空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看到的一切，我们以为是真实的一切，全都不是真实的存在。在这个基础下，为什么会说所有看到的一切都不是真的？我以另外一个说法来解释这个说法，就是说，我们其实现在正在做着一个梦，也就是说，你做着一个梦，而我也做着一个梦。你梦到正在看我们的影片，而我们正在梦到正在拍一部影片，所以这一切只是一个梦，它并不是真实的。如果是一个梦的话，梦里面所有的场景、人物等等，全部都在你的意识里面，它全部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一些物质，它只是整个都是意识而已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整个都是意识，所以没有一件事是真实发生的，它只是一个意识投射出来的一个现象。
那并且我们对这个现象产生了解释，然后觉得它好像是真实的，就像我们平常在梦境里面一样，发生了很多事，其实没有一件事是真的发生过，所以这是空。没有问题。不都空吗？还要有什么问题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就是，对啊，所以我们是梦到我们在拍影片分享给大家看。然后大家就梦到正在看我们的影片，就是这样。那既然是一个梦境，所谓的修行追求的就是醒来。那醒来有很多说法，叫做觉醒啊。上次我们也解释过了，新时代的觉醒跟我们说的觉醒也是不一样。我们说的觉醒是开悟，就是从梦中真实的醒过来，这个叫做觉醒。所以这个就是指佛学上的开悟来说的。在还没开悟之前，我们一直都在梦里面。我们要真的是开悟之后才能醒过来，醒过来才能知道啊，原来一切都只是做梦。有一个禅师就说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就是说梦里面明明世界什么都存在，但是醒过来就空空无一物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这一切只是一个梦。那既然一切都是梦，那这个梦境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意识的本身。所以我们在讲说要找到我们生命的本质，我们要醒过来。我们在梦中要找到那个醒过来的契机，就是要找到我们意识的本身。但是意识的本身在梦里面，整个梦都是意识的本身，所以每一个环节，每一个我们在梦中所见到的任何事物，它都是意识的本身，它也是你醒过来的一个可以抓住的一个关键。意识的本身其实就是我常常讲的觉察，只要你找到觉察，安住在觉察，就有醒过来的机会。那如果说自己做着自己的梦，那观众也是我梦到的，观众也是你梦到的。那我梦到你在跟观众分享，没有错，你梦到我在跟观众分享。那这些话到底是说给观众听的，还是其实是说给我听的？一切只存在于你的意识里面，但是你的梦境跟其他人的梦境产生了某种重叠，也就是你在对方的梦中，对方在你的梦中，只是你梦到他的样子，并不是他真实的样子，而他梦到你的样子，也不是真实你的样子。所以说，我们彼此的梦境是重叠的，但是我们梦中的现象却只是我们自己看起来的那个样子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己的宇宙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梦境，梦中的别人只是我梦中的样子，永远不是真实的别人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在真正证入空、登出开悟之前，所遇到的事、所发生的事、所想的每个信念，其实都还是故事，因为还没醒来嘛，所以还是活在故事。即使故事里的角色小我有所体会，那些体会还是自己梦到的故事解释出来的意义，赋予这些现象意义。对，没有错。像我常常讲说，生命里面只有3件事情，第一个就是现象，第二个就是解释，第三个就是觉察。我们平常都是站在解释去面对现象，所以我们对现象有千百种解释。我们每天早上打开眼睛就在解释事情，然后解释到晚上睡觉，解释了现象，然后就连续不断的形成了我们的梦境，也就是故事。那我们就迷失在这个梦境里面，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我们有觉察的存在。所以找到觉察就叫做明心见性，就能够借由找到觉察而醒过来。但是找到觉察，你必须安住在觉察一段时间，你真正掉进那个觉察的大海里面，你才会醒过来。那以这个世界来说，很多人在真正证入空性开悟以前，就是现在灵性的资讯越来越多嘛，那很多人其实在朝着正面扬升、高频发展提升，越来越开阔，越来越开阔。那于是就会有一种乐于分享的心，想帮助他人的心，这些都是故事吗？那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吗？美好的故事，再神圣的故事，它还是故事。在梦境里面，不管你梦到什么，你梦到你变成了一个很高频的
存在，那还是一个梦境啊。因为我们现在就在梦境里面，不管你梦到什么情节，你只要去把它当真去解释它，它还是一个梦境。所以你不管梦到什么，你去帮人也好，你梦到帮人也是梦境，你梦到你提升了维度，你变成一个很高频的存在，这还是梦境啊。所以你从来没离开过梦境，一切都在梦境里面。那像佛教说开悟后才有真正的慈悲心嘛，那像佛陀他就有慈悲心。那开悟之前很高频很扬升的存在，他们也是因为慈悲心而才想要帮助他人，看到他人痛苦我要给予，然后要帮助他，要协助他。这个是有很大的分别的，就是在你梦醒以前，你不管扬升到多少的维度，你想要帮助人的信念，你是用一个我在帮助对方的一个信念在帮助的。但是你醒过来之后，开悟之后，你变成了你知道眼前的一切都是你的意识，都是你的梦，所以你梦中的所有人其实就是你的意识本身，所以你帮助的是你自己。所以那个你就会以感同身受，完全是以帮助自己的立场，他就是我，所以我给予的所有，我可以完全没有藏私，完全100%付出的帮助对方，因为整个所有梦境里面所有的人就是我自己。这种叫做在佛教叫做同体大悲，就是同一体的，我们都是一体的。这种帮助就不是我跟你的这种分别，我去帮助一个对象，而是我只是在帮助我自己，我给予我自己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才会是真正发自内心的，而且100%的去付出，就是这样。就在真正梦醒登出正悟开悟之前，那可能很多在故事里的角色，很多人会想说是我帮助了他，对，他被我帮助，对，你帮助了他，他被你帮助，所以这只是一个故事性而已。只是一个神圣的故事。那像现在灵性资讯网络上到处都有，很发达嘛。那现在像我们拍了很多影片，然后也有分享，其实整个都是我们的意识，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。那现在很多在故事里面还没梦醒的角色，听到了这么一句话，你其实是在做梦，一切都是你意识所显化出来的，你其实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。是说只要相信一切只是场梦，看什么都是空的，然后他相信并且了解了，这个是开悟吗？这个不是开悟，这个只是理解了。理解，这叫解悟。这叫解悟，不是真正开悟。我们刚刚有讲说，在整个梦境里面只有3样事情：现象、解释、觉察。你必须要找到你自己的觉察，并且安住在上面一段时间。安住的够深，然后你会掉进觉察的海洋，那你整个被觉察淹没了，那你体会到你整个梦境就是你的意识本身，也就是那个觉察的本身，你是直接证得这件事情，你才能够真正体会。光用我们的思想去理解了这件事情，还是没办法去体会到的。但是这个有一个陷阱在里面，也就是说，有些人知道说我就是一切，那原来一切只是梦，我就是一切，然后他就想说既然我是这个世界的一切，我就是主宰，所以他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，他可以杀人放火什么都可以做，因为我就是我梦中的主宰所以我什么都可以做。其实那个我并不存在，那个是小我，并不是小我是这个梦境的主宰，而是你那个我掉了，而进入意识的海洋，你才是世界的主宰，而不是那个小我。对啊，所以这个会搞混，有些人就觉得我在梦中有什么不能做的，并不是这样。你在梦中什么都能做的那个，你认为的那个，其实只是小我，并不是整个意识的海洋，这个要分得很清楚。这个是在真正证悟之前，其实会不会可能有些人听到你就是上帝，你就是宇宙一切万有，那这个有可能会被小我拿来利用。这个就是灵性小我真的就是你把这个小我变成了神格化，那小我就变得很大很膨胀这小我拥有上帝的全能，然后就胡搞瞎搞，这个就是魔了。我跟你们就是小我很大。我跟你们大家说其实我呢就是上帝。真正的证悟是无我的，所以乖乖
好好的继续参悟，不要把这个自我放大了。好，是，我知道。我们的小我就会什么都可以抓，尤其是他一听到自己是整个意识，他就很开心，就赶快抓住。所以其实不是自己是整个意识，而是你就是那个整体的意识，而不是在整体意识里面有一个小我，然后那个我非常庞大，并不是这样。这两件事情要弄得很清楚。你是那片海洋，而不是你在海洋里面有一个无限大的宝特瓶，不是那个宝特瓶没有那个个体性，而是你只是一片意识的整体。没有一个个体性的存在，所以这个要搞得很清楚，不要把小我膨胀了，就是这样。那有没有在证悟之前、登出之前，那告诉我梦里的其他人说，这一切是一场梦，让他们梦醒来，让他们登出开悟？就是这样子。你如果不知道对方的一个位置，你很难把他从他现有的梦境中拉出梦境。这有点像在高速公路上面。如果台中是一个目的地，那如果对方在高雄，你就要叫他往北开；他在台北，你就要叫他往南开。你自己要先醒过来，你才能够去定位对方到底在哪里，你才能清楚知道他梦中的位置，因为你是从梦外面来看的，所以你能够清楚知道对方正在做着什么梦，正在什么位置。如果你还是一个梦中的人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以梦外的角色去看到对方的定位，而告诉他，给予他建议。所以最好是自己醒来之后再去做这种事情。那醒来之后就是悟后起修嘛，修了一段时间稳定了之后，那甚至可能有知道对方在哪个阶段，并且去引导对方开悟的能力。那我看到的对方在什么样的阶段，那不是也是我梦中的事吗？我梦到他在哪一个阶段？你是在梦外面来看这件事情，在梦外面。对，你可以站在整体意识来看这个事情，而不是一个个体性来看这个事情。所以你能够知道个体是存在于哪里。对。站在梦外来看梦里。形容是这样子，其实你在整体，你就等于在对方的梦境的整体来看待他的个体现在在哪里。所以是说，在真正证入登出开悟以前，那我们去教别人如何开悟，如何进入空，那往往是不准确的，达不到真正的效果。就可能只是传递一句话，传递一个讯息。我听说了这句话，我传给你听，这样子。那如果是我还没证入开悟嘛，但是我知道，例如说佛陀是觉有情，那我把他传递的智慧讯息，然后一字不漏的传给另一个人听，就没有加上我任何个人的想法，就一字不漏的告诉对方，对方也可能会开悟或是受益吗？也可能会受益，但是开悟这个就不容易，因为你不是按照对方的位置定位而去给予对方建议。或许有可能瞎猫碰到死耗子，但是这种几率实在是太低了。所以你只是告诉他有这么一回事，人生只不过是一个梦境，让他理解了这样的事情，而没有办法让对方从他的梦境醒过来。所以以佛教的意思来说，就是如果自己没有先梦醒，证入空，开悟登出，那其实就连自己都没有醒，没有开悟，那怎么教别人醒呢？所以最好就是自己先醒过来，而且自己先醒过来，也不要去马上就急着去帮人渡人，因为我们刚把自己安住回觉察的位置，我们是用觉察位置来生活，但是这时候觉察的位置跟整个梦境里面的现象还贴得比较近，这时候你去跟人家传递一些讯息，要去帮助人家的时候，因为你会碰到很多人不同的人，他们的故事性都很强。那故事性很强的时候，你站得很近，你往往有可能会被他们拉回故事性去。你原本应该安住在自己的觉察，让这个觉察越来越深，离现象越来越远，然后到了稳定的时候，你才有真正的能力去帮助别人，而又不会让自己掉回故事。所以千万不要急着去马上就去帮很多的人啊，去做这些事情，先把自己的位置能够拉到跟现象保持一定的距离，把这个觉察的位置先立足点先稳固下来。
所以是说鸡婆留在真正证悟，并且有悟后起修稳定之后，修到一段时间稳定之后，再来渡人这样子。以佛学来说，佛教是说到了八地不动地，才不会真的动摇，所以在那之前都可能被吸回故事里面，有所动摇。不动地要八地，所以那个必须经过好一段时间。其实墨子也是，就是在我把墨子搬出来拍影片之前，大家查不到有关墨子的一些资讯啊，就是没有在什么灵性圈什么当老师，从来都没有，对，从来都没有过。但是墨子是在当兵的时候就开始修行这样子，那到了可以说你的年纪吗？我还很年轻啊。那到了50岁后，到了50岁遇到乔乔，才开始被我拉出来拍影片分享。其实我刚遇到墨子的时候，跟墨子现在，真的不太一样。现在比较像入世一点。因为要跟大家接触嘛。对啊。那证悟后，然后悟后起修，是每个有证悟过的人都会知道自己在哪个阶段吗？例如说佛教把它分得很清楚，初地到实地嘛。那会真的每个证悟的人能知道自己在哪个阶段吗？自己大概会知道自己跟现象保持有多远的距离，这个大概自己会知道。大概会知道，就是你跟现象有多远，其实你自己会抓到那个距离。你自己知道你会不会因为现象而动摇，这个自己很清楚。所以证悟过的菩萨，他渡人其实是在消化自己的信念，没错啊，是。那你不是说初地到实地每跨一地那个差距就很大？差距很大，差距很大。就比如说一地是这样，然后2地可能就是这样，然后3地可能就到5楼去了，然后4地可能就到月球了。就它跟现象的距离其实是相差很远的。所以其实不用急着去渡人，先把自己稳定下来。是说渡人的故事其实就是那个角色的信念。为什么角色可以这么鸡婆啊？有时候乔乔觉得乔乔实在是太鸡婆了。这有一个有趣的事情，就是，当你证悟了之后，你知道这整体都是你自己，那你会期望整体都从梦中醒来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幻觉。这个幻觉也要慢慢去消化它，这个就是菩萨的一个幻觉，就是。你觉得所有的现象，你只要看得到的所有的人都是你自己，你都希望他醒过来，就会自然而然升起这样的一个心态。对啊。那是说在菩萨的梦里，那种很鸡婆的菩萨的梦里，真的可以显化全世界，或甚至更鸡婆，全宇宙都醒来吗？当然是可能的。可能。其实很多菩萨就正在这样的道路上。那会不会其实像佛陀已经涅槃了，那结果变成回家后涅槃后，其实就是这一切？没错啊，这一切就是觉察。就其实已经醒了，他就在那个觉空性里，那一切都是空性，所以一切都是觉，一切都是空性，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觉察。其实都是这样，所以我们自己的觉察就是佛嘛。我们跟佛陀是没有什么两样的，我们自己就是佛。只要我们安住在觉察，我们就是佛。所以整个梦境，既然整个梦境都是我们意识的本身，也就是觉察的本身，所以任何现象它本身也是觉察。所以当我们看到现象的时候，其实就能证明我们的觉察存在。各位想想看，如果我看到一只猫，那我就证明我能够觉察到猫的存在，我就证明觉察是存在的。这时候我就反过来证明了我的觉察存在。这时候你就要把猫的解释放下，就剩下了那个觉察。所以猫就是觉察，觉察就是猫，两个并没有分别。唯一的问题就在于你对猫有了一个解释，只要把那个解释轻松拿掉，就整个就是意识的本身。所以
你看到的那个对象，它也就是觉察的本身，你直接就看到了觉察。所以你看任何现象都可以看到觉察。但是我看到有现象，就是说有人已经对这个什么都是觉察有了一些体会。他看到喇叭也是觉察，他看到喇叭，他马上就知道那是觉察，然后他就觉察了。这时候你知道了那个觉察之后，你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，你借由现象体会到觉察了，这时候你就轻松安住在觉察里面，而不要再动了，就安住在觉察。我们刚刚有提过，安住在觉察一段时间之后，就有机会被觉察吞没。但是有人他看到喇叭之后，然后他喇叭解释就放下，就是觉察，他发现那就是觉察，但是他又去看别的东西，马上看到电视机，然后他就知道，那又是觉察，然后又回过头来又安住在觉察，他就一直在现象觉察，现象觉察，现象觉察，那在那里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他就不安住在觉察很长的时间，这样其实是没办法开悟的。所以找到了觉察，就应该安住在觉察上，不要去看现象。比如说有人在很空的状态下，他感觉到觉察了，这时候他身体产生了一些反应，高我去运作了他的身体，这时候这些就是现象，就不应该去看现象，就安住在觉察就好，现象就让他不要去解释。但是如果你一解释身体所发生的现象的时候，你又调回解释身体这件事情，而没有真正安住在觉察，反而就浪费了空空荡荡觉察的机会了。所以应该我们每一次找到觉察的时候，就深深的安住在觉察上，不要动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就是一个诀窍。那你还有说过就是开悟后，出去度人会更快消化信念。那所以鸡婆是一种能帮助自己能更快消化信念，然后并且回家的一个好的方法吗？的确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平常自己安住在自己觉察的时候，自己跑出来的信念有限，因为自己碰到的现象有限。但是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，每一个人他所碰到的现象都是五花八门的，所以就会有每一个人去把你带出你内在的信念，你就借由对方让自己的信念一直跑出来，那你看到就把它消融掉，看到就消融掉，这样就会更快让你自己消化自己的信念。所以说鸡婆是一件好事吗？鸡婆并不是一件坏事，并不是一件坏事。对，但是就是稳固之后再鸡婆，不要一开始就很鸡婆。就要先真的要开悟登出后再鸡婆呢。有一点体会，那个小我就因为他很想证明自己嘛，那就会想说，我是不是登出了？我是不是开悟了？我觉得我自己已经登出开悟了，那就是吧。那就会说自己已经登出开悟了。如果真的有人的小我怀疑说自己是不是登出开悟了，其实可以来给墨子验证，是可以来找我验证。但是其实自己马上就能够验证，就是因为登出或者开悟并不是个人的事情，你不会有一个自我的想法，想说我是不是已经开悟了？我根本就不可能开悟，我就是那个小我，怎么可能开悟呢？所以没有我开悟这件事情，而是只有被空性淹没、被觉察淹没这件事情，并没有一个自我，然后我开悟了，所以根本没有检验这回事，就是你只要想说我是不是开悟了，就不是。但是你说的这些就是可能慧根够，自然就听得懂，但是慧根不够，还是要找明眼人，就是所谓的开悟者，有证悟过的验证吧。有证悟过并且有悟后起修，是有能力引导对方开悟的人。其实我觉得应该在开悟前，应该不是给自己验证自己，而是全部都需要给开悟者验证过，这样是比较安全的。不然每个人的小我都会想要证明自己，我会跟够啊，我才不需要问什么开悟者，我不用问人，我自己知道我开悟了。对啊，就是对啊，慧根都不一样。那在证悟前，是不是鸡婆就不是一件好事，还是也是一件好事？在证悟之前，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赶快证悟。这才是唯一要做的事情。可是有人的小我可能会不会这样想，就是我为了要
让众生更受益，就不会误导众生。所以我要赶快证悟，我为了众生，然后我要修行，然后不解释，要赶快证入空性，要证悟，要开悟，这样才能真正的度众生。这样想是可以的吗？会不会反而太鸡婆？明明要跳，这样想是没问题的。没问题吗？没问题。不会，明明要跳出故事，你还这么有故事性？你要开悟是为了要度众生啊！哇，这样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哦，没有问题。他可以这样子想，然后但是他要把这个故事性放下。他为了要帮助所有的众生，然后来修行。当初佛陀就是这样子的，所以这个想法是没问题的。你为了所有的众生，然后来修行，然后来开悟，完全没有问题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要把一切故事都放下，你才会被淹没。所以你还是得把所有的故事都先放下来，就是这样。看到众生的苦，看到众生都在故事里，然后没有离苦得乐啊，那就很想要帮助他们。那这是自己的业吗？就你看，像佛陀哇，这么鸡婆，想要度众生，想要让他们都解脱。这个就是善业，善业就是好的业。我们说业其实就是想法所形成的作用力，好的想法就叫做愿。对于佛菩萨来说，这种想法就是一个愿。愿所产生的力量就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对方。但是他还是，如果还没有觉醒的话，他还是要把故事放下，就是了。但是看到众生痛苦，不会代表自己痛苦吗？自己知道那个痛苦，然后很想帮助。那个只是一开始，后来你也要把痛苦啊什么这些所有的信念全部都放下来。证悟后很鸡婆、很慈悲的人，会体验到痛苦。不是真正的痛苦，他不会痛苦，他只是怜悯众生，有这样的怜悯，对，不是我也好痛啊这样。对啦，对，不会跟着痛，是怜悯。对啊，是这样吗？有关于空性的讲解，其实可以再找时间，再更多的、更深入的来聊这个话题，因为这个话题可以聊得很深入，所以我们今天聊就是稍微把一个轮廓带给大家，之后还可以再继续再聊这个话题。好，今天就聊到这边，拜拜，拜拜。